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对于这种便宜车，对于后排钢板这块呢，通常来说是不抱什么大的希望的。但是这台车做的很完整，无论什么原因，看见有钢板，我们依然还是高兴一件事啊。里面还是一个六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那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冰块。今天呢，就是这台凯捷的最后一期了啊，就是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醛那点事儿。那我们昨天呢，也跟小伙伴去分享了一些底盘的部分，怎么说呢，中规中矩吧。没有看过小伙伴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然后包括我们的网站3w 大飙车全拼.com。那今天呢，就聊聊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醛那点事儿。对于一台 MPV 而言嘛，更多的呢一定是家里面出油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呢，甲醛包括说钢板这块呢，就显得是尤为重要了。依然是老规矩啊，先跟小伙伴去看一下前后门里边的那点事儿，展示一下门的内饰板，可以看到面积非常大的隔音棉，也是一个原生棉的性质，然后厚度啊还挺厚的。这个门板呢重量还是有一些的，它还是不同种材料去拼接而成的。最上面这一块呢还是一个软性材质，这边呢有相应的钢筋漆的材质啊，包括说一些皮革材质呢也都是有的。如果想去自己 DIY 的话呢，今天的公众号呢会有一个拆解要点，如果小伙伴想去装一些指纹板什么的，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来说一下门吧。其实这门呢有意思的地儿还挺多的。这个车呢有一个黑的这一个装饰条，你说一个10万块钱的 MPV 车都这么大个了，我呢总觉得呢就是这车能跑啊就挺不错的了，就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细节上非常多的这种东西。例如说像这一个装饰条，一般这种装饰条呢，我们说德系豪华车上面呢最早用的，它的确对于车内外的这种视觉感会好很多很多。后来呢有一些日系厂商，包括一些自主品牌呢，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是不是拿一个黑的胶布把这里面这条不是一贴，也是这个黑的颜色。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廉价的方式，但是这台车啊，它正经的用了一个全封闭的塑料的外壳，把整个门框包住了。这种呢基本上就是欧系车的那种制作的风格。这个门是一个一体冲压式的门，这种门呢也是欧系车是比较习惯用的。日系车呢，焊接门会用的比较多，上下门铰链都是锻造式的。这个车呢有点混合体的意思。昨天嘛，从底盘部分呢，也是跟小伙伴去看了，它跟奥德赛是很相似的。我们说从底盘的结构来看，其实这车啊，一开始呢，我心里面呢也是这点事儿。奥德赛嘛，日本车嘛，是不是？今儿一看门就发现，这个车的工程师看来是有喜欢这种德系设计的风格的，所以说把门啊这个整个结构，包括说门铰链，就是德系车的那种设计方式，包括说它前门内的防撞梁也是一个 W 型的这样一个形状，大致是这样一个角度，这个非常非常德国。防撞钢梁的表面还有一层挺厚的一层钢板去做成一个加强件，在这儿的整个门的本身其实是特别偏于欧系的那种做法。加强筋呢是有一条，然后沥青式的指纹板呢也是靠后一侧啊，但是面积不太大。如果小伙伴呢想让这个门感觉会更好一些，或者更厚实一点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去 DIY 一下，看一下这个门的密封吧，它是这种偏于日系的啊，很薄的这种防潮膜。那两边呢，它是用双面胶去固定的。这个门的关门声啊，挺好听的。我又仔细观察一下，发现这台车密封胶条是2道半。跟小伙伴去数一下，首先呢，我坐的这个车身是有1道完整的胶条，然后这个门这一块，大家看啊，我手的这个位置是有1道完整的胶条，最下面还有1道胶条，下面这一道呢，就是防止外面有土啊、泥水啊去溅到里面，包括说溅到这一块呢，你上下车的腿会脏。门呢也看到了，它不是那种全封闭的门，所以说呢，我们在前门呢也并没有找到相应的气压式传感器。行，前门呢也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那么现在呢去后门看一下。好，那么现在来到后面，那也是门里面的内饰板，吸音棉的面积也是非常大的。门的边上这个位置，就是有3个边都是贴了这样一个像发泡一样的胶布的。这个呢是防止门的内饰板和车身碰在一起产生一些噪音，是因为呢它的这个卡扣呢不是那种完全悬浮式的卡扣，就是它还是会有一部分贴在门上的。它呢也是会为了减少这种噪音嘛，去贴了3道条，前门后门
门呢，都是有的。门的情况呢，也基本上跟前门是一样的，一体中压式的门，我们叫做全框式的。上下的门铰链呢，也是锻造式的门铰链。中间的限位器呢，也是包塑式的限位器，也是有这种塑料壳作为一个遮挡。那门的里面的情况呢，也跟前面是一样的。有一道加强筋是这样一个角度，有一道防撞梁是一个 W 型的角度呢，大致是这样一个角度。指针板呢，也是在后面这一块呢，大概有这么大吧，防潮布对吧？双面胶跟前面是一样，而且呢，后面呢同样也是2道半的胶条。行，门呢就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啊。总体来说呢，跟车身有点像奥德赛的这个风格啊，有点不太相似。门呢特别的德国，特别的欧洲。这个里面呢，底盘呢是跟奥德赛是有些相似的，一看就是不同的工程师设计的不同的东西。那作为一台 MPV， 它是一个家用车，作为一个6座的车型，后排尤其是最后一排，它的钢板到底有没有？现在呢去看一下。好，那么现在呢，就到后面来看一下这台车的钢板。当然了，这台车是一个3排座嘛，222的这样一种布局，所以说呢，我们呢会以第3排座椅钢板为基准去计入到我们的积分里面，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啊一贯的遵守的规则。所以说也是来看一下这台车第3排钢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我们把它的粘扣给粘下来，旁边的拉锁给拉开，会发现这台车无论是左边这个还是右边这一个，后排的钢板是很完全的。其实这个说实话啊，没想到，是因为车拆的也多了，便宜的车呢拆的也挺多的。对于这种便宜车，对于后排钢板这块呢，通常来说是不抱什么大的希望的。但是这台车做的很完整啊，无论什么原因，看见有钢板，我们依然还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啊。我们还是说呢，希望无论什么车，便宜的车也好，还是贵的车也好呢，后排钢板呢都是要装上的。当然很多网友啊也有这种叫做钢板无用论，一辈子都用不上，我装它干嘛呢？我希望你呢一辈子都用不着，但是呢真要是用上的话，我希望您坐在一辆呢后排有钢板的车上，极端情况下真的可能就是这个不太厚的一个钢板，就是生与死之间。行，这就是这台车后排钢板的情况啊。第3排踏踏实实的，还是有相应的保护的。这个6个座都是独立的头枕，都是有相应的骨架的。好，后排钢板呢就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台车内的空气甲醛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么现在呢是最后一个环节了。首先呢，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地板填充的材质。它的下面呢一共是有3种材质。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它表面的那一层绒布，然后呢里面也是有相应的一个防水层。最下面一层它是一个发泡材质的填充层，这种呢跟例如说日产用的是比较相似的。大线呢整体的包裹也是非常密的，胶布呢也是不基式的。紧接着呢会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3个位置啊，就是半定量式的甲醛测试。手上呢还是 ppm 这个仪器。首先我们测得的呢地板的这个数值会更多一些，它是 0.053 毫克每立方米，顶棚呢是 0.049 毫克每立方米，然后座椅呢是比较少的，是 0.024 毫克每立方米。当然这个呢仅仅是我们半定量式的3个极端的位置去测得的分数，我们也是会取最大一个值计入到我们的积分榜里面。车内的空气甲醛包括说 TVOC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呢现在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相信就是小伙伴们非常关注的甲醛和 TVOC 的测试了。先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甲醛的这点事儿啊。方法呢依然是分世纪分光光度法。当然我们的车呢和我们之前测过所有的车都是一样的，23度上下1度密封静止了16个小时之后啊，再从车里面呢去抽取相应的空气和分制剂呢相融合，通过630纳米这样一个波长呢去进行一个科学的计数。好，最后呢在我们的仪上面显示的数据呢是0.057毫克每立方米。好，这就是这辆车甲醛的释放量。那么现在呢去 TVOC 的测试现场去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是 TVOC 的测试，车呢依然还是跟刚才一样，23度上下1度，然后密封静置了16小时之后呢，通过一根医用的硅胶管，然后从车里面呢抽取相应的空气啊，进行 TVOC 释放量的测试。TVOC 呢也是甲苯类有机挥发物的一个总称。一般来说啊，说车里面的味道主要呢是来源于 TVOC。最后呢，在我们仪上面显示的是0.72毫克每立方米，就是这辆车 TVOC 释放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数据。行，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项测试了。那么现在呢，就回到车前来看一下这台车在今天这一期它的得分是多少，以及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它的排名到底是多少。我们现在呢去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就来总结一下这台车在今天这一期的得分。那么依然还是老规矩，在说今天得分之前呢，先要回顾一下前两期得分。那对于这台50的凯捷前后防撞梁的部分，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呢，它的得分是35分，换算为100%以后啊，70分左右啊。我觉得前后防撞梁这块呢还不错，前面是一个铝合金的防撞梁。底盘的部分呢，在满分55分的情况下呢，这台车的得分是22分，也基本上和想象中差不太多了。今天的这个部分呢，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醛的部分。在满分43分的情况下，这台车的得分呢是35分，也还是比较不错的。门这一块啊，这个是没想到，妥妥的用了一个德系门的制作工艺或者说是制作的方式。后排钢板这个呢是有的，甲醛这块呢还 OK， 0.057是空气的 ，TVOC 这块呢是0.72，这个数据是稍微有些高的啊。后排的头枕6个座椅都是完整的，它的后尾箱呢是有隔音棉的，是因为它的座椅拉起来以后，它下面呢完全都是那种粘面的形式，所以说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呢，这一块呢也是有一个相应的成绩。仅仅是看视频的话呢，也别忘了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包括我们的网站3w 大飙车全拼.com 里面的文章，包括说我们的表呢都是非常清楚的，可以去一项一项的去看一下。那对于这款售价啊，仅只有10万上下，顶配只有11万6的这款50的凯捷，那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它的得分情况到底能是多少呢？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好，那么现在最后总结一下这台车的得分，2020款50凯捷，因为它的入门价格啊是8万多，所以说呢是一个蓝色的条。试驾成绩呢是66.5分，那拆车成绩呢换算为100%以后呢是58分。那么同样按照25%和75%的这样一个比例呢去进行计算，那么最后的成绩呢精准到小数点后2位，计算出来以后啊，真的是吓一跳。虽然呢它在这个行列里面呢是最后一名，但是这辆车竟然是在60分行列里面最后一名，它最后成绩是60.02分，在60分里面唯一一个是蓝条的车型。小伙伴呢可能也会比较好奇，价格差不多的那几台 MPV， 他们是一个什么分数的情况？就是我们拆过的车型里面，其中有比亚迪宋 MAX、吉利的嘉际，这两个车和这台车的售价是差不太多的。广汽传祺的 M6， 它售价稍微贵一点啊，我们呢也跟小伙伴去找一下，相对而言分数最高的是吉利的嘉际，虽然说也是蓝条啊，但它的成绩呢是52分，在当时啊，觉得吉利嘉际52分真的挺高的了。宋 MAX 它的成绩呢是44.21分 ，M6 那会儿叫 GM6， 它的成绩是45.85分，60.02分。但是为什么这台售价反而是最低的 MPV， 它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成绩，真的应该好好的聊一聊。当然，首先呢，还是总结一下这个车的一些优缺点。我们先说一下静态吧，外观啊，见仁见智，都别说了。但是我们还是一致认为呢，这车外观呢不难看，里面呢总体来说也还是 OK。按钮的做工稍微有点松垮，但是呢，说实话，10万块钱我是能接受的。后边6个座都别说了啊，中间的航空座椅坐的还是很爽的，后面呢也是2个完全可以分别放下的这种独立座椅，可以让这台车的后排空间呢有了更多的玩法，可变换的地儿还是挺多的。说说开起来这点事儿吧，无论是从发动机的平顺度来说，包括说变速箱的平顺度来说，底盘的质感这块来说呢，我觉得都是可圈可点的。当然缺点呢也是有的，这个发动机有点怂，但是说呢这个是不同的维度啊。非要是想找一个开得爽的 MPV， 我建议您呢直接买一个2手的 2.0T 的夏朗，那个是真的贼快。但是呢说实话10万块钱一个车，发动机呢不能说强劲，但是基本上够用，平顺。对于我的要求来说呢，我是觉得可以满足我的这种需求啊。说说里面吧，那拆开之后呢，前面呢是一个铝合金的防撞梁，这也是没想到的。但是后面的防撞梁呢，它是一个一体式的啊，就不能拆卸。撞完了以后呢，您得切下来，然后呢再焊上去，这个稍微费点劲。底盘这块呢就没啥可说的啊，中规中矩。车里面那点事儿呢，还是要说一下的。首先呢，钢板这块呢是没有想到的，甲醛这块还行 ，TVOC 是偏高，这块是要注意一下啊。总的来说啊，再精髓一点，发动机有点怂 ，TVOC 偏高，其他的呢，我觉得都能过得去，因为它的售价，对吧？这台车的顶配是11万6，就已经买到顶配了。MPV 还是个6座，还有什么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全区域的 ACC 自适应巡航，你说气人不气人？是不是？你说你让别人怎么活？对于这台车啊，就是我个人，如果说我推荐，您说您就看好这个凯捷了，我建议啊，直接就上
顶配，低配啊跟顶配差价呢不太大，但是1万多块钱多的东西挺多的啊，所以说呢，个人强烈建议想看呢就直接看看顶配，我觉得这个多的东西还是值得的，适合谁。还是那句话，就想买一个6座，然后带到家里面出去玩一玩啊。品牌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我就追求这个实用性，10万块钱的这个级别的 MPV。当我们真的把这个车拆完了以后呢，就是以前的那些我们拆过 MPV， 就立马就觉得不香了。之前的车呢，要不然就是3缸，要不然就是双离合。广汽那个呢也是个4缸车，但是呢它价格的确贵了好几万呢。所以说这个车呢是特别务实的一个车，包括这个车还有一些小细节啊。举一个例子啊，之前没有说过，这个车呢遥控钥匙呢是可以一摁解锁，这个车窗啊是可以放下或者升起的。它呢有一个额外的功能，就是当你降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里面的换气啊是直接打开最大风的。我在成本的控制之内，最多我能给你做什么？就是那个小小的功能，其实对于工程师而言，包括说对于这个产品而言，它是没有成本的。但是为什么人家就能够想到，在去遥控降窗的同时，肯定需求是我想通风，对吧？就是一个代码的事儿，人家就愿意去做这个加法，去给你做在这儿了。如果说放在别的车啊，例如说什么合资品牌啊，肯定是当做一个卖点来做了。想要吗？哎，您看高配。所以说呢，这车啊，简单来说就是家庭用车，对吧？6个人 MPV， 对品牌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需求。我们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我必须要什么本田、什么阿尔法什么的，哎，就是我就要实用，挺好这个车。当然呢，说到这个品牌啊，说一下50宏光吧，什么秋名山啊、漂移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对于这个品牌而言呢，它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属性在里面，这个很奇怪这件事情。其实呢，还想更深层的去说一下，它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包括说这台车啊，看了一些相应资料，刚刚上市没多长时间，在拆车这个月单月销量1万多台，特别可怕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去想，就能够去理解了。产品而言，对吧？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是因为50这一个品牌从一开始它就在做高性价比这样一个东西。你再看50其他的车型，包括说宝骏他们一个体系的，其实都基本上是这种状态。然后还有一点就是50它的门店下沉的是非常的深的。举个例子啊，之前拆的什么 Model Y 啊，包括说那些好车，好不好，香不香？香，对吧？你说我在一个小地方，说有没有有钱人？我告诉你，有钱人有的是。但是我想买一个好车，离您最近的4S店200公里。您买不买？一般人呢就放弃了。所以说呢，门店下沉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是因为很多的小的村也好，什么也好，就是他周围没有什么4S店。当他想买台车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就是看看周围有什么4S店就买什么车了。所以说这也造就50这样一贯的高性价比这样一个车型。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双刃剑，这也是对于50而言，它很难卖到一个很贵的车。例如说吉利，对吧？现在出一个领克，是不是？50从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去做这件事情。对于这个车呢，之前也聊了嘛，说这个里面跟奥德赛东西是挺像的。你说这台车跟奥德赛相比，是不是？我知道啊，奥德赛它有它的优点，但是它也不能差这么多。您知道奥德赛现在卖多少钱吗？全办齐了啊，就是我们能够买到的30万，这个车买2个都拐弯了。当然，小伙伴可能会问，奥德赛没那么贵。您去4S店问问，最低配您要能买到车的都新鲜。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说合资品牌它为什么能卖那么贵？这个车出现才会看得更清楚，合资品牌的车它究竟应该卖多少钱？当我看到这个车的时候，我才知道奥德赛本不应该值那么多钱。以前呢，觉得合资品牌溢价我懂，是不是？一个标5万块、10万块我能理解，但是从奥德赛跟这个车来比的话，我没有想到能差这么多。但是小伙伴可能会来，奥德赛这儿也好那儿也好，你看这个车这个那个的。我再举一个再实际一点的例子，说点大实话啊，这姑娘长得漂亮，对吧？家里还得特别有钱，对你还特别专一。我问您，有吗？就算有，说实话，一般的老百姓头上轮得着吗？肯定也有，但是真的很难很难。对于这辆车呢，大家呢也不要用特别高的眼光去审视，因为它就值10万块钱。但是我们不得不说，里面
很多东西奥德赛差距一定是有，但是差不太多。合资品牌现在依然是卖那么贵，当然说呢，现在已经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便宜了，是因为咱们再举个小例子啊，你看以前雅阁卖多少钱，是不是？以前索尼电视卖多少钱？以前宝来卖多少钱？随着自主品牌高性价比车的出现，现在宝来卖多少钱？不到10万，对不对？自主品牌的车的越做越好，包括说这种高性价比的车型越来越多，才迫使合资品牌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把他们的车价降低。当然说呢，减配啊，这个不得不说，这个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高售价的合资品牌，当受到这种高性价比的车型冲击的时候呢，他们才会把他们的高傲的这种身段越降越低。您放心，如果对于 MPV 这种车型，如果说现在市场特别大的话，相信对于像奥德赛那种车，它一定不会那么高高在上，是因为以前合资品牌它赚钱赚得太容易了，导致了今天现在合资品牌在大家心里面还是好特别贵，大众车就是高级等等这一系列我们叫做面子上的那种东西。当然了，对于这个自主品牌呢，我们还是希望越来越多厂商呢可以做出这种高性价比，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得到实惠的车型。行，今儿呢大飙车就跟小伙伴聊到这儿，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车自己做主大明话，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的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